超过半世纪以来，槟城巴都干东联合福建工种一处窄小隐蔽的骨灰阁中，安睡着一个桀骜不羁的魂。因为他的胆色与学识，中国的医学面貌彻底进入了全新的篇章。因为他的细腻和努力，全球人类文明和医学界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的名字。只是我们不晓得的是，因为他的择善固执，在槟榔屿土生土长的他，曾经一度被视为异类，甚至还惨遭陷害。他便是被誉为鼠疫斗士和现代口罩之父的吴连德医生。本期节目由 My Starfish Foundation 义气相挺。说起吴连德，中国是以现代医学之父来称呼他的，因为当年来自马来亚的他，在受清朝政府邀请处理东北鼠疫时，率先主张以隔离和集体烧尸的方式来阻断传染病，同时还在当地开创解剖遗体的做法。当时吴连德的做法无疑在中国是相当前卫的，尤其旧社会对于开膛解剖十分的忌讳，而一向主张入土为安的封建社会更不能够接受焚烧遗体的做法。然而也正因为这一些举动，中国鼠疫才成功在短时间之内被控制下来。也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设计了现代口罩的原型。吴连德前卫跟大胆的作风并不只是在中国施行，早在他远赴中国抗疫之前，更曾经掀起过一场又一场的社会改革，对当时的槟榔屿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冲击。1903年，吴连德从欧洲学成归国之后，在槟城行医。他的行医作风跟一般的医师无异，但是他在当时主张的社会改革成了后世讨论的创举。首先，来自传统家庭的他，不单只是当时家中唯一一个剪掉辫子的男生，更鼓励当时的男子都剪辫子。这个举动不仅在家中引发了纷争，更是引起社会中的封建派系的不满。再来，他也主张女子该求学，这对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而言是十分离经叛道的。但是他依然故我，甚至还鼓励男男女女一同通过体操来强身健体，而这部分也是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来说无疑是一项冲击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当时有许多的达官贵人都靠着鸦片来发大财，吴连德仍然积极地反对鸦片，他甚至还办起了戒烟所。想当然的，这个举动引发了当时既得利益者的不满，也让他成为了权贵们的眼中钉。就这样，吴连德一直在不合时宜的年代做着不合时宜的事，哪怕是一路被抨击、被针对，或者是被投以异样的眼光，但是某种信仰却让他坚持下去。吴连德的作风自然挑起了地方权贵和英政府的神经，知识分子俨然也成了大家眼中的滋事分子。也因为得罪了既得利益者，吴连德位于牛肝东273号的私人诊所被英政府指藏有未登记的吗啡。当时吴连德的回应是，那些吗啡是作为医疗用途的镇痛剂，但是最后他还是败诉了。当时这则新闻还登上了报章的封面，对当时还在提倡禁烟的吴连德来说，无疑是一种耻辱。不少研究吴连德的学者都认为，这起事件也成了他最终离开槟榔屿远赴中国服务的关键。如果不是日军侵袭中国，吴连德或许还在中国行医。1937年，他以英殖民地子民的身份返回马来亚，从此在霹雳怡保市定居和行医。在定居怡保期间，他曾经出任霹雳医师工会主席。吴连德经常在巴沙和街坊们聊天，在发现他们的身体状况有异样时，都会主动地邀请对方来诊断，甚至是免费救治贫困的居民。除了为居民提供义诊，他也不间断地将所学所想带到公共平台上。他会针对国内的种种医学问题发表真知灼见，同时也提供建议方案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将自己对于火葬的主张进一步地推广到民间。另外，他也不改其志，持续推广女性该求学的理念。
偶尔他会应朋友的邀请，到槟城福友女子学校分享自己的看法。他不单只在怡保打造了图书馆，带动当地的阅读风气，还积极推动思辨的风气，鼓励学子们以批判思维去检视周围的人事物。1960年1月12日，吴连德决定返回槟城定居。然而在返乡的不足1个月，就在同月的21日与世长辞。这位在100年前就为这一片土地烙下了许多社会改革的印记，对真善美固执的不可一世的灵魂，从此将自己定格在81岁，和太太长眠在巴都干东骨灰阁中。回顾吴连德在槟城及霹雳的种种事迹，显然的，他对我国的贡献其实更倾向于社会革新。也因为他以及许许多多的社会改革先锋，槟城的改革风气比起其他的州属才来得更有底气，更为后来的多次政权轮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这也是为什么国人在提起吴连德医生时，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他对医疗的贡献，或者是在中国的事迹，甚至只想到口罩2个字而已。因为这位伟人对这片土地的贡献早已远远超过医学领域。愿我们能从这一些精神遗产中珍惜得来不易的今天，并在这份基础上缔造另一场辉煌，成就另一个新高度。感谢你把影片看到这里。在吴连德的一生呢，我看到了他的勇敢，还有不被框架约束的自由。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特质，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呢，他带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，也促进了无论是医学或者是社会风气方面的进步。在这里，我想要问问大家，在这一集影片当中，你最佩服吴连德在哪一方面的努力呢？请在留言区留言和我们聊聊吧。那么很快的，荧光笔人物系列的第5集也在今天播出完毕了。那我们之前做过的人物呢，还包括了有成名导演 Yasmin Ahmad、国宝级艺人 P.Ramlee、人权律师 P.J. Lim、足球国手 R.Arumugam。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呢，可以在影片结束后到我们的频道呢去搜寻他们，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有非常令人钦佩的精神，值得一看和在他们的身上去学习。在这里呢，要再一次感谢 My Starfish Foundation 支持我们做这一系列的内容。如果你也是企业里面负责 CSR 部门的朋友，或者是其他的基金会，有兴趣和我们荧光笔工作室共同制作其他和马来西亚历史啊、文化啊，或者是任何课题有关的内容，欢迎联系我们，让我们携手用好内容来改变马来西亚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英英，我们下个礼拜2晚上9点见。